兄弟们，我又带着恐怖片来了。今天依旧是美恐系列灵偶契约。小美是一名家暴受害者，为了躲避男友的纠缠，她选择来到一个大户人家当保姆。到地方之后，司机对她说，房子的主人出去玩了，让她先去客厅坐一会儿。小美进来后发现房子里很干净，于是礼貌性的脱下了鞋子。就当她继续往里走时，楼上传来了奇怪的声音，她以为有人在这儿，于是便走了上去。她刚来到2楼，就看到了屋主一家3人的照片。紧接着那个声音又出现了，她走过去查看，并没有发现什么人。然后她就看到一旁的卧室开着门，她走进去发现桌子上全是玩具。小美拿起一个玩具就玩了起来。突然一个男人向她打了一声招呼，小美吓得给玩具都扔了。男人见状赶紧道歉。在2人对话中得知，男人叫大山，他开了一个杂货店，他每个星期都会来一次，主要是来送一些吃的喝的。说完这些，2人就去了厨房。大山说他会一点算命的本事，他说通过小美嘴里的口香糖就能看出他为啥来这儿。小美半信半疑，就把口香糖给了他。大山看着口香糖就说小美是为了逃避某个人才会来到这儿。小美一听脸色大变，拿起口香糖就扔进了身后的垃圾桶里。紧接着小美就向大山问起了房主儿子的事，可大山支支吾吾的，不知道怎么跟小美解释。就在2人谈话间，房主回来了，他看到小美竟然没穿鞋子，就让小美把鞋穿好。可小美来到行李旁，发现鞋子竟然消失了。女主人见状就说，可能是她的孩子跟她闹着玩，还好小美有别的鞋子，穿上后2人就上楼了。可她过去才发现，他们所谓的儿子竟然是一个玩偶。小美感到非常可笑，但她看着夫妻俩严肃的样子，笑容瞬间就没了。紧接着夫妻俩就向小美介绍起了儿子，原来这个玩偶叫小迪。小美见状也识趣的跟小迪握手，因为她的工作就是照顾小迪。然后女主人就跟小美交代了一些事儿，她说他们之前请过很多保姆，但是小迪都不喜欢。然后2人来到卧室，她让小美每天7点喊小迪起床，而且还要给他穿衣服。小迪还非常喜欢音乐，她让小美每天给他放一遍。等几人吃完饭，男主人找到小美，说他们为了保护房子，需要小美定时检查这个捕鼠器。紧接着男主人就向小美说了一点心里话，他说儿子的事虽然看起来不正常，但他始终相信他的孩子还在这儿，而且一直在他们身边。到了晚上，夫妻俩跟小迪说话时，看到小美在门口，就让小美先回避一下。没过一会儿，女主人出来了，她说小迪喜欢小美，小迪选择了她。小美一听又惊又喜，但她还是感觉很奇怪，一直盯着小迪看。没过一会儿，小美拿着座机打给了闺蜜，她说这里不仅没有信号，还没有网络。就在2人闲聊时，闺蜜说小美的前男友大壮最近一直在找她。小美一听这还得了，就让闺蜜不要再跟她联系。到了第2天，房主夫妻俩要走了，男主人说他们要去度个假，只能留小美一个人在这儿了。紧接着男主人拿出一张规矩表，他让小美务必遵守这些规矩，因为小迪是一个特别的孩子。没过一会儿，2人准备出发了，而他的薪水大山会给他带过来。他们还告诉小美，如果小美对小迪好，小迪也会对她好，但如果对小迪不好，2人怕小美害怕，就没说出来。说完这些，2人就依依不舍地走了。小美回到屋里后，她觉得不就是个破玩偶吗？就给小迪放到了凳子上。因为小美觉得很怪，就拿起旁边的衣服给他盖上了。不知不觉间，小美躺在椅子上睡着了。等她醒来已经是晚上了。可当她再次看向小迪，发现上面的衣服竟然掉了。小美见状非常生气地把它扔进了另一个椅子上。没过一会儿，小美正在熟睡时，突然听到了小孩的哭声。她拿起蜡烛向下走去，只听那个声音好像是从楼下传来的。当她来到1楼，她被那幅画吸引到了。就当小美仔细查看时，一双手突然出现，紧接着小美就醒来了。原来是一场梦，显然小美被吓得不轻。还没过一会儿，她又听到了小孩的哭声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她看向了小迪，只见小迪的眼角竟然流出了眼泪。小美用手摸了一下，感觉非常不可思议。就在此时，一滴水滴了下来。小美抬头一瞅，好家伙，原来是天花板漏水了。然后小美抱起小迪，就给他放到了床上。时间来到第2天，大山来给小美送工资了。紧接着小美就向他问了一些关于小迪的事儿。原来在20年前，小迪8岁生日那天，因为一场意外导致小迪去世。奇怪的是，小迪去世没多久，那个玩偶就诡异的出现了。然后大山怕小美一个人无聊，就提议带小美去镇上玩，他还保证不会告诉房主2人。小美一听还有这好事，于是欣然答应。小美想着既然出去玩，那必须先洗个澡换身衣服啊。就当小美洗澡时，奇怪的事发生了，她的衣服先是被拉走了，紧接着她的项链也没了。而且小美洗完澡照镜子时，发现自己的头发不知道被谁给剪了，然后她就发现自己的衣服和项链没了。小美认为家里进了小偷，于是便走出去查看。当她来到走廊，发现去往阁楼的楼梯不知道被谁给打开了。小美见状
拿起一旁的武器就走了上去。可他刚上来，那个楼梯竟然自己关闭了，而且不管小美怎么弄，都打不开那个楼梯。小美突然灵机一动，想到大山还在楼下等她，她拿起武器想制造一些声音出来，以此来吸引大山的注意。尽管小美这么努力，大山还是没有听见，开着车就走了。小美见状，就在附近找起了工具，可一个男人突然出现，小美被吓得重心不稳，直接摔晕了过去。等到了第二天，小美醒来后发现，那个所谓的人只不过是一个衣服架子。她往下一瞅，发现了一本相册，相册里全是小迪的照片。就当小美看得入神时，那个楼梯又自己打开了。小美下去之后，就给大山喊来了。就在两人疑惑时，大山不小心碰到了楼梯，两人这才知道，原来是年久失修导致的。因为衣服消失，小美认为还有人在这儿，她就让大山留下陪着她。然后小美又向他问起了小迪的事儿。大山说，在他们小镇上流传着两种说法，好听一点就是这么可爱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没了，而难听的则是他根本就是个怪胎，而且性格非常古怪。就在两人谈话间，他们不知道他俩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小迪听得一清二楚。没过一会儿，大山就走了。就当小美洗漱时，一个人在她身后一闪而过。小美也发现了异常，她来到小迪的房间，发现屋里边乱七八糟。然后小美来到小迪身边，她觉得小迪一直看着她很奇怪，于是她用手掰正了小迪的脸。可小迪突然转过头，诡异地看着她，原来又是一场梦。小美平复好心情后就走了出去，可她一打开门，发现之前丢的鞋子竟然出现在了门口。她走向小迪的房间，看到小迪竟然坐起来了，而且旁边就放着之前房主人说的规矩。从这里能看出来，小美已经违反了很多条了。小美吓坏了，就跑回了房间。可电话突然响了，她接起电话，听到里边有个小孩子一直在喊她的名字。小美彻底崩溃了，直接给电话扔到一边。还没等小美缓过来，门外出现了小迪的声音，而且好像把什么东西放在门外了。小美小心翼翼地打开门，发现竟然是一份早餐。从这个时候她才知道，小迪一直以来都没有恶意。紧接着小美来到小迪身边，她一低头才注意到之前定下的规矩。小美这才明白，小迪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她遵守规矩。镜头一转，房主二人捡起一块石头放进口袋里。原来这一次他们不是出来度假，而是出来赴死。紧接着两人手牵手缓缓走进了大海。在两人出来之前，他们还给小迪写了一封信。最后两人沉入海底没了呼吸。而小美这边也开始了每天遵守规则的生活。这天大山来送东西，发现小美像是变了一个人。大山还说他帮小美取了一封信，但小美说让他放下信就可以走了。等大山走后，小美看着小迪，她想让小迪陪她说说话，可小迪一直没有动静。就在小美倒个饭的时间，小美一转身发现小迪不见了。她走过去一看，发现小迪正躲在一个角落里。没过一会儿，小美就把大山喊来了，她要向大山证明小迪这个玩偶是活的。然后他们来到小迪的房间，小美先是把小迪放在地上，又拿起一根粉笔围着小迪画了一圈。然后他们回到小美的卧室，小美在墙壁上敲了敲。没过一会儿，声音出来了。大山感觉非常不可思议。两人推开门之后，发现小迪真的消失了。就在两人高兴之余，他们看到小迪就在门后。搞清事情后，两人就去散步了。小美把前男友大壮的事告诉了大山，她说大壮一直会家暴她，但在一次意外怀孕之后，大壮说他会改，可没过几天，还是狗改不了吃屎，最后导致小美流产。大山听后就安慰起了小美，然后两人感情升华了。到了晚上，大山劝小美离开这儿，但小美是个负责任的人，死活都不愿意走。然后大山给小美讲了一些小迪的事儿。他说之前有个小女孩经常来找小迪玩，可就在小迪生日那天，他出去后就没回过家。最后在树林里发现了小女孩的尸体，而且头骨还被砸碎了。警察就传唤了小迪的父母，可他们到家后看到小迪的房间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。就这样，小迪被活活烧死。杀害小女孩的凶手也没找到。大山则认为小迪就是凶手。尽管大山说了这么多，小美还是不愿意离开。等大山走后，小美又去了那个阁楼，她拿起那个相册翻了起来，果然发现了小女孩的照片。看来大山并没有骗她。时间来到第二天，小美带着小迪溜达时，听到有人在打台球，她以为是大山来了，可她过去一看，竟然是自己的前男友大壮找来了。到了晚上吃饭时，大壮就劝小美跟他一块回家，而且连机票都订好了。就在两人谈话间，大山来送货了，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混蛋。然后大山找个借口把小美喊了出去，两人就开始密谋怎么才能把大壮给轰出去。可大壮突然出现，大山见状只能无奈的走了。大壮也不是傻子，他一眼就看出两人有问题。到了休息的时候，大壮就威胁小美，不管小美去哪儿，他都会找到她，然后就让小美去收拾行李。小美只能无助的看着小迪，然后对小迪说他希望小迪能帮一帮他。镜头一转，大山并没有离开，只是在车上睡着了。
可没过一会儿，奇怪的事发生了，大壮脸上竟然滴了几滴血，然后他就生气地喊着小美。可小美醒来发现小迪不见了，他刚出去就被大壮拉到一边，只见玻璃上写着滚出去3个字。大壮很生气，他以为是小美干的，但小美看向了小迪，小美见势不对就过去抱住了小迪。大壮也认为那是小迪干的，就让小美把小迪交给他。在2人的一番争执下，大壮还是把小迪抢了过去。大山也在关键时刻赶来了，他让大壮滚出去，可是大壮情绪激动，他拿起小迪往地上一摔，小迪瞬间支离破碎。突然楼上传来了奇怪的声音，就当众人疑惑时，大壮发现那个声音是从镜子里发出来的。突然镜子被人砸碎，里边是一个暗道。紧接着经典名场面来了，兄弟们，只见一个面具男缓缓从里边爬了出来，大山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个人就是小迪。小迪目标很明确，抓住大壮就是一顿打，然后他拿起一罐玩偶的碎片直接对着大壮的脖子插了进去，然后小迪就抓住了小美，还好大山及时赶到，一棒子给他干晕了。大山扶起小美就往外跑，2人跑到一个房间后，小美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暗道，2人刚走没多久，小迪就追了上去。就当小美顺着暗道跑的时候，他们发现了一个房间，小美瞬间明白了，这个真正的小迪一直住在这儿。她还在小迪的床上发现之前所有丢的东西都在这儿。然后小美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封信，她看了信之后才明白，房主2人未经小美同意就把小美许配给了小迪。大山见状又拉着小美跑了起来，可2人跑着跑着，小迪突然钻了出来，大山一脚给他踢晕了。就当2人继续往前跑时，出口的门却被锁上了。为了给小美争取时间，大山选择一个人面对小迪，可大山没有武器，很快就被小迪打晕了。就当小迪看向小美时，小美及时打开了出口的门，可小美刚出去，小迪就警告她，如果她敢走，他一定会杀了大山。小美跑了一会儿后，还是决定回去拯救大山。她来到屋里后，先是找了一把螺丝刀防身，然后走着走着就碰到了小迪。小美见状赶紧把螺丝刀塞进了口袋。小迪走到她面前，并没有伤害她的意思。突然小美大喊一声，她命令小迪去睡觉。小迪很听话，盖好被子就躺那儿了。就当小美要走时，小迪索要起了亲亲。小美一瞅机会来了，她先是假装亲亲，而另一个手拿起螺丝刀对着小迪捅了下去。小迪吃痛，直接给小美推出去10米远，然后站起身死死掐住小美的脖子。就当小美快被掐死时，小美握住那个螺丝刀，把她捅得更深了。小迪直接摔在地上，痛苦地看着小美。原来那场火灾并没有夺走小迪的生命，而是导致他全身烧伤。从那以后，小迪就患上了自闭症。然后小美找到大山，她发现大山还活着。紧接着小美开着车带着大山离开了这个地方。故事最后，小迪并没有死，而是一个人在家拼起了那个破碎的玩偶。我相信小迪的心也跟这个玩偶一样，不管怎么拼都有裂缝。至此电影结束。